时半夏一愣，立刻回头问道：“蒲老，这许仙是何人？难道不应该是许仙吗？”哦，原来如此。蒲松龄仿佛突然领悟了什么，点了点头。老夫之前一直困惑，为什么清代之前的版本里《白蛇传》的男主一直是许仙，而后来的版本却都变成了许仙，直到清代的《异妖传》才彻底把许仙定为主角。这下我明白了，原来这是两个人，后人把他们混淆了，才导致记载上的误差。顾宇凡曾经说过，只要加入传说管理局，就能看到与历史不同的故事版本。为什么所有人都跟传说中的人物不一样？因为这件事发生的太早了，早了整整一代人。和白素贞那个将要谱写伟大爱情故事的男人还没出现呢。真正与白蛇相爱到老的人并不是许仙，在大多数的记载中，这人一直叫做许宣。然而，那个带着许仙名字的男人，却频繁出现在各种斗法传说中。是谁写下了这些故事，把版本搞得一团乱呢？有的人说许仙天生就是浪荡子，但也有的人说他一生只钟情于白蛇。有的人认为法海是得道高僧，还有人觉得他是个十足的恶人。有人把小青描绘成冷酷的男人，也有人说他是条可爱的青蛇。甚至还有传闻说小青和法海的徒弟慈恩之间存在着某些难以启齿的关系。如果将这些版本视作两段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切都能解释通。若不是进入过传说管理局，谁能理解其中的奥秘呢？西王母刚踏入院中，就看到3个老头在地上跪着，个个哆嗦得像小鸡一样。其中一个居然是《白蛇传》中的南极子。那位老寿星为首的老者肚子圆滚滚，穿着大红色长衫，手里还拿着一根玉如意。另外2个，一个像个古代官员，一个则是一副吃了人参果的模样。这3位老者一个字也不敢说，低着头不动声色。福禄寿。西王母一愣，你们3个怎么也来了？福禄寿3星同时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纷纷开口：“娘娘，难道不是您让我们来的？”西王母这才想起，之前织女通知他们3人来这里守着，原来是为了那颗假灵芝的事，但他竟然忘得一干二净。现在最让他头疼的不是福禄寿3星，而是托塔天王李靖和四海龙王。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西王母也难以相信，这些老家伙竟然各自藏着心思。不知道西王母叫我们来究竟有何事？福星老头小心翼翼地问。这几位老者在之前已经跟织女打探过，听说西王母又在生气，似乎因为那株假灵芝的事，他又发火了。上次他可是把寿星的千年道行直接劈掉了，这回恐怕又要找麻烦。西王母点了点头，轻声说道：“既然叫你们来了，当然得给个交代。”3位老人家无奈地叹了口气，早知道西王母会忘记这事，自己该早早溜了。只见西王母从怀中拿出一物，随手丢给了寿星。咦，寿星老头接过一看，顿时愣住了，手里竟是一块粉红色的小糕点。哎呀，这是什么？他嗅了嗅，只闻到一股仙桃的香气，疑惑不已。难道是下毒赐死？西王母，寿星老头小心问道：“这是何物？”“这是我托织女做的仙桃冰皮糕，给你吃了，保你再添千年道行。”西王母淡淡的说道。这是个奖赏吗？3位老者顿时一脸懵逼。怎么还不走？西王母冷冷地问。难道我还要给寿星亲自道个歉不成？福禄寿3星瞬间齐齐给了个大礼，然后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西王母松了口气，刚想转身离开，忽然看见顾宇凡站在旁边，倚着墙默默看着他。臭小子，怎么不出声？嘿嘿，大猫，你这处理得不错呀。哀家听不懂。西王母皱了皱眉，倒是你不去休息，怎么站在这里？倒也不是闲着。顾宇凡挑了挑眉，其实我有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探讨？西王母走到他面前，饶有兴趣地问：“说说看，关于圣的事。”顾宇凡严肃地说道：“大猫，你在仙界待久了，应该知道这圣到底是谁吧？”西王母微微沉思，随即摇头：“臭小子，说实话，哀家也没有头绪。仙界中从未有人自称圣。”顾宇凡听后沉默了，他明白，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是那看不见的。此刻的他心中充满了疑问，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那个神秘的圣，毕竟这个圣似乎知道他身边的一切，包括一些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甚至连彼岸花叶神月、美杜莎等人他都一清二楚。上古时代地点：九州大地人物顾宇凡。前3一将领几人一睁眼，发现自己正身处一片汪洋之上，而脚上半点是个漂亮的头，看起来有些光滑，不知是什么构成的。正在此时，半圆前方突然伸出一个巨大的物体，众人一看，居然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头颅啊！顾宇凡惊呼一声，这他妈是个大海龟啊！大海龟微微地回过头来，呆呆地望着众人。众人一瞧，这大海龟看起来有点不一样，它的口中长有獠牙，头上还有长长的龙须。顾宇凡心中有些犯嘀咕，心说他们为何降落到一个大海龟的背上来了？尔等是何处仙家？大海龟疑惑地开口问道，声如洪钟。彼岸花叶神月尖叫一声，大海龟说话了：“海龟妖怪啊！”彼岸花百里风赶忙跳上前去，站在了彼岸花叶神月身前。何处妖怪，居然敢惊吓我妹！
二人一番操作，把其余的人都看呆了。你俩干啥呢？顾宇凡没好气地看了看这两人，在我们华夏，动物开口说话，这种基本操作还这么大惊小怪的吗？亏你俩是传说管理局的人。再说了，阿月，亏你俩是传说管理局的人。再说了，阿月，你不是见过《白蛇传说》里的虾兵蟹将吗？啊，对哦。彼岸花叶神月忽然反应过来，然后反客为主的拍了拍彼岸花百里风的肩膀，说道：“百里风哥哥，别害怕，这都是基本操作。”哦，百里风略带嫌弃的看了彼岸花叶神月一眼，问道：“究竟是我怕还是你怕？”大海龟疑惑的看了看众人，又问道：“尔等到底是何处仙家？”我们啊，顾宇凡感觉自己每次一进入传说都会直接陷入被动，这一次也不例外。他倒是提前想好了怎么跟女娲打交道，可从未设想过要跟一个海龟打交道。还不等顾宇凡说话，大海龟又问道：“尔等有介绍人吗？”介绍人？顾宇凡一愣，马上思考了一下，说：“当然有啊。”哦，大海龟点了点头，有就好。不管等是谁介绍的，上了吴的辈，吴就要收费。收费？当然。顾宇凡点点头，给钱是应该的。那儿等要去哪里？大海龟问道：“是蓬莱仙境、即墨仙岛、东南西北海，还是青州大地？”彼岸花叶神月听后也思索了一下，问道：“对啊，顾宇凡前辈，咱们到底要去哪里？是先去不周山，还是先去找补天的材料？都不用，我带你们去游山玩水。”顾宇凡拍了拍大海龟的后背，说道：“大家伙，哪里好玩就带我们去哪里，零食给你管够。零食也就是会给费用嘛。”好嘞。大海龟开心地扭动着头颅，随即又加快了速度。哎，众人明显有点没看懂。顾宇凡在坝下的龟壳上悠闲地躺了下来，旁边的彼岸花叶神月依然像个小喷泉一样哇哇大吐，毫不客气地向四周发泄他那肚子里的不速之客。阿月，你这得吐到什么时候？顾宇凡无奈地问道。顾宇凡前辈，我没事，你不用管我哦。彼岸花叶神月擦了擦嘴，一旁的彼岸花百里风不断拍着他的后背，脸上止不住的心疼，眼里则流露出无奈的痛苦。小月从小就这样了，一旦上船就不省人事，呕得比谁都厉害。顾宇凡看着他，心里暗自感叹：阿月哥呀，怎么每次只要坐船都会发生这种事？不说了，阿月一直是这样，从小就上不了船。彼岸花百里风无奈地叹了口气，又小声问彼岸花叶神月：“好点了吗？”顾宇凡低头拍了拍坝下的龟壳，心想着有点事得处理，于是问道：“大海龟，你会飞吗？”飞？坝下沉吟片刻，吾并不会飞。他还显得有些迷茫，继续说道：“但是我好像可以做点别的事情。”这……顾宇凡有些忧虑地问：“我们还能多久才能见到龙族？”约莫3-4天吧。坝下不紧不慢地答道。3-4天。顾宇凡猛地转过身看向彼岸花叶神月，那可不行啊，阿月的身体受不了，您这服务也太差了吧，连运船都解决不了，我应该扣点钱了。那怎么行？坝下着急地叫了一声，然后又问道：“那个运船是什么东西？”运船就是一上船就想吐呗。顾宇凡说：“你就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吗？”坝下听了这话，眼睛亮了起来，连忙点头说道：“如果不想在海上漂，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顾宇凡好奇地问。坝下没有回答，而是低头默默用力，好像在做什么准备。快看！小年突然大声叫道，指着水面惊呼。众人一看，只见坝下伸在水中的4条腿竟然在慢慢变长，很快就像4根修长的柱子一样沉入海底。接着，坝下的4条腿便稳稳地支撑住了整个身体，海面上的浮动也停止了。阿月的呕吐瞬间停止，然后坝下开始挪动4条腿，缓缓向前迈开步子。众人从原本的漂浮状态变成了徒步旅行。啊，终于好了！阿月长舒一口气，我差点觉得自己要死了呢。顾宇凡无奈叹了口气，心想自己以前降临时也没怎么经历过海上旅程，结果自从彼岸花叶神月上船后，几乎每次都和他发生这类情况，简直成了专门为他定制的海上运船体验。阿月，你没事了吧？没事了。彼岸花叶神月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谢谢大家，我现在精神焕发。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时，终于抵达了岛屿的中心。岛屿的中央原本是密林覆盖的，没想到在这里竟然有一个巨大的广场，中央正盘踞着一条巨龙。这条巨龙的模样与传说中的不同，它全身披着金灿的鳞片，背后生着五彩斑斓的羽翼，四肢如同巨大抓子般稳稳地支撑着地面，散发着神圣而祥瑞的气息。它的身体庞大到几乎覆盖了整个广场，趴在那里仿佛一座雄伟的建筑，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压迫感。即使是见惯了大风大浪的众人，也被眼前的神兽震撼到，脚步有些迟疑。还没等几人回过神来，那条巨龙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微微睁开了那对如同2轮明月般巨大的眼睛，拜见龙族。顾宇凡立刻站直身子，声音里带着些许紧张和敬畏。应龙懒洋洋地看了一眼顾宇凡，冷冷开口：“滚！”这一声冷喝瞬间让钱3一退了一步，显然应龙的脾气不太好，执意纠缠的话，估计下场会很惨。大家原本是来寻亲的，
但这种开场让顾宇凡有点不知所措。龙祖息怒：“我们不能走。”顾宇凡不紧不慢地说道。应龙的眼神稍微一凛，似乎没料到顾宇凡会这样说，区区蝼蚁竟敢忤逆本祖。顾宇凡赶紧低头：“小的不敢，并不是我们想忤逆龙祖，而是我们实在担心龙祖的安危，所以特来保护。”应龙微微眯了眯眼睛：“安危？没错。”顾宇凡一脸认真：“我们兄弟姐妹8人在游历九州时听到传闻，附近有一个屠龙教，他们胆大包天，竟然想行刺龙祖。我们实在是担心龙祖的安危，所以特地赶来通风报信。”屠龙教。应龙听了之后，脸上的怒气稍微减弱了一些。这些蝼蚁因何而来行刺本祖？为了您的羽翼。顾宇凡指着应龙那对五彩斑斓的羽翼，他们坚信您的羽翼可以度化他们成仙，所以计划行刺屠龙夺羽。您可要相信我，他们马上就到了。应龙的眼睛微微一眯，冷笑道：“本祖为何要信你？您不信也没关系。”顾宇凡微微叹了口气，转头看向远处，等会您就能亲眼看到，他们行动代号就是顾宇凡。一会儿他们就会带着口号过来，是真是假，一目了然。应龙喷出一股龙息，面色阴沉：“当真如此，这些蝼蚁竟然敢来挑衅本祖。”几人正在疑惑时，天空中果然飞来了大批人马，乌云翻滚，雷鸣电闪，那些黑影迅速接近。几人定睛一看，发现这些人居然全是穿着黑袈裟的和尚，个个散发着邪气，气氛诡异至极。为首的僧人冷冷看向顾宇凡：“顾宇凡，受死！”顾宇凡冷笑着，带着钱三一后退几步。身后的应龙突然腾空而起，双翅一震，空气中的风暴瞬间席卷而来。放肆！应龙怒吼，雷霆几位和尚被电得化作灰烬，随风飘散。其他僧人惊恐的四散逃窜，眼中满是疑惑。发生了什么？为首的僧人喃喃自语，望着空中的应龙，心中惊疑不定。闪电交加，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应龙震动双手，在天空中伴随着巨大震动，周围的僧人经历了一阵震动，像是风中摇曳的草芥。这些黑色僧人从来没想过会遇到这种场面，他们的脸上不由得浮现出一丝严肃的表情，显然是意识到局面有些不对劲。为首的僧人低声嘀咕道：“发生了什么事？怎么突然进了应龙？”天空中云层突然快速上涨，雾气弥漫，四周的气氛愈发凝重，雷霆在远处隐隐作响，仿佛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竟敢在本祖面前放肆！应龙怒气勃发，空气中的压力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窒息。为首的僧人皱了皱眉，看着应龙，他深知这条巨龙是上古神兽，力量无比强大，绝非轻易能对付的存在，眼下只能低头妥协。龙祖息怒：“我们并不想惊扰龙祖，只是为了顾宇凡。”这话一出，应龙的怒火更加熊熊燃烧，双翼一展，雷霆四射，还敢提顾宇凡？空中的雷霆电闪雷鸣之间，几位僧人闪避不及，被直接劈成粉末，尸身在空中化作飞灰，随风散去。本祖今天就让你们尝尝什么叫气，似乎都因为他的愤怒变得燥热不已。众多黑色僧人脸色骤然一变，难道应龙和顾宇凡之间真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不成？顾宇凡微微一笑，轻轻带着钱三一往一旁闪了闪，趁机小声对小暖和小安说：“兄弟们，今天的事一会儿再解释，现在先保命要紧。”小暖和小安面面相觑，脸上写满了迷茫，到底怎么回事？这个顾宇凡怎么每次都能把局面玩得这么复杂？就在这时，天空中的景象愈发诡异，似乎连天都在为接下来的变故作龙族岛，顾宇凡等人刚抬头，从空中急速而下，那是2个人身蛇尾的怪物，身形扭曲，如同传说中的神话人物。而对于伏羲和女娲来说，眼前的顾宇凡等人也是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双方愣了一下，都有些惊讶。女娲和伏羲互看一眼，略微整理了一下衣襟，然后缓缓降落到地面。此时正在空中与僧人们对峙的应龙终于抓住了机会，他一直在蓄力，而这一刻终于是出手时机的到来。应龙瞬间淹没了所有僧人，僧人们还没从女娲降临带来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就已经被应龙的龙息扑面而来，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你们这群邪人竟敢踏足龙族的领地！应龙的声音震耳欲聋，原本威风凛凛的僧人们瞬间变成了漫天飘散的粉末。随风而逝，女娲和伏羲看着这一幕，几乎有些目瞪口呆。他们本来是来这龙族岛履行某个死人的心愿，结果没想到会目睹如此震撼的一幕。一条巨龙竟在此地突然大开杀戒，放肆！女娲缓缓开口，声音如同冰霜：“看来你才是这里最大的祸乱者。就算你是龙族，今天我也饶不了你。”他的眼神坚定，气氛一时间变得更加紧张。伏羲站在一旁，眉头紧锁，显然已经察觉到局势的不对劲。应龙才刚看见女娲的身影，眼睛还没来得及闪烁一下，就突然感觉到一阵寒意袭来，接着他那庞大的龙腿居然从腰腹处
应声断成了2截。女娲大神为何？应龙呆呆地望着仿佛被人突然拆开了拼图，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幕。到底谁才是无辜，谁才是祸乱的源头？这场混乱究竟是谁引发的？顾宇凡几人瞬间都张大了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有人可以这样毫不留情地大开杀戒，连理由都不问，直接就动手。顾宇凡一定要小心。石半夏急忙通过设备开始给顾宇凡传音，语气中有些急迫。这个女娲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她可是对赤玄叶和英宁下手的。什么？顾宇凡的眼神猛地一变，牙关紧咬，心头的怒火突然暴涨。在他所有的记忆里，神明都是带着某种善意存在的，即便是西王母这种脾气古怪的天尊，也从来不会随便滥杀无辜。对他而言，神似乎有某种无法违抗的规矩，某种自我约束的力量。但显然，女娲不是那样的存在，她更像一个随心所欲的凡人，拥有着通天的神力，却没有任何束缚。她的出现打破了顾宇凡曾经的所有认知。顾宇凡愤怒地盯着女娲，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薄而出。是他杀了赤玄叶，是他伤了英宁。女娲身上的气息完全不符合顾宇凡心中的神的形象。女娲身上的气息完全不符合顾宇凡心中的神的形象。她一身人面蛇尾，眼中带着轻蔑，杀伐果断，完全没有神明应有的仁慈与宽容，反而她更像一只妖怪。是的，妖。为什么人身蛇尾的女娲会被称作大神呢？顾宇凡不禁陷入深深的思考。慢慢的，顾宇凡脚步轻盈地落地，向着应龙的方向走去。此时，应龙已经奄奄一息，半截龙身躺在地上，喘息声突重，金色的龙血从被斩断的地方喷洒出，像破裂的水管一样，不停地涌流。应龙，我有个问题要问你。顾宇凡走到应龙身边，低声说道。应龙的眼神有些虚弱，瞳孔无力地扫了顾宇凡一眼。汝等根本就不是来保护本祖的吧？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不甘与无奈。没错。顾宇凡淡淡的点头。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没想到把你卷进了这么大的灾难。有趣。应龙微微一笑，竟然没有愤怒，反而像是一个看透一切的老人。看来这场局最终你是胜者。顾宇凡不知该说什么，他一直想问小暖和小安的事情，可现在眼前的局面已然完全打乱了他的思绪。小子，过来。应龙突然开口，语气变得有些低沉。本祖有一件至宝要送给你。至宝？顾宇凡愣了一下，心中有些警惕，却还是走上前去，伸手。应龙再度开口，声音带着一丝命令。顾宇凡默默地伸出手，心里却在打鼓。应龙的状态越来越差，他还能做些什么呢？有趣。应龙躺在地上轻笑一声，若是汝有一瞬的犹豫，本祖便会直截了结汝，是吗？顾宇凡冷笑一声，我为何要犹豫？你不怕本祖临死反扑，将你也一并带走吗？应龙的语气依然轻描淡写，但顾宇凡知道，这条龙现在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就算你反扑，我也认了。顾宇凡苦笑着摇头，毕竟是我把你害死的，连自己都没有做好准备。应龙听后，眼珠子一转，嘴角露出一抹微笑。小子，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给你一件至宝，你愿不愿意帮我杀了女娲？不能。顾宇凡毫不犹豫地答道，不管你给我什么宝物，我都不能杀他，跟他动手，不是送死是什么？哈哈哈哈！应龙大笑出声，笑着笑着，一股鲜血喷了出来。好小子，算本祖没看错你，你到底要给我什么东西？顾宇凡感到有些无奈，问道。应龙抬起头，冷冷地盯着顾宇凡，本祖要给你的是本祖之魂魄。魂魄？顾宇凡愣住了，这又是什么？龙魂，远古龙魂。他一时之间有些困惑，这听起来不像是正常的交易，甚至有些像是打游戏时的特殊道具。把八方鬼路拿出来。应龙淡淡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命令。八方鬼路？顾宇凡眉头一挑，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别装了，刚才你出手时，本祖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汝身上定然带着八方鬼路，骊山老母的东西，本祖多少也认得一点。骊山老母？顾宇凡一愣，随即心中一动，你真认识八方鬼路？不错。应龙点了点头，本祖打算将自己的魂魄寄托于汝的身体。这番话让顾宇凡震惊不已，眼前的事情越来越复杂，自己竟然要接纳一条龙族的魂魄，真是完全没想到。八方鬼路现在看起来像个奇形怪状的物件，原本只是个记录灵魂的法器，怎么搞得现在这般复杂？哼，本祖是为了赐予你更强的力量，汝还不快答应？若你拒绝，本祖就死在这里，永远化作孤魂野鬼。你以为我会怕吗？现在主动权在我手里，若我不答应，你就等着死吧。汝问吧。应龙有些急切地说。态度不错，大龙，我问你，究竟有什么企图？企图？应龙微微一愣，本祖会有什么企图？我看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实话实说的话，我或许会答应你，否则你就等着发臭吧。顾宇凡冷笑一声，似乎已经准备好离开。别！应龙急忙喊道，本祖不想成为孤魂野鬼，带我走，快带我走！顾宇凡的眼神犀利，手掌缓缓伸出，那一刻，整个空气仿佛凝固了。应龙望着顾宇凡那只伸向自己的手，顿时心里一阵复杂的情感交织。他看到了眼前这个凡人眼中的冷静，
感受到那股隐隐的压迫感，似乎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你就这么信我？应龙艰难地吐出一口血，语气中充满了不信。信不信，只有试了才知道。顾雨凡笑得一脸坦然。不过，要是你敢耍花招，我可不会心软。而是抬头环视四周，忽然自言自语地道：“这座岛上全是太叔，简直让人头疼。”他的目光似乎带着一丝不耐烦，显然对眼前的局面已经没什么兴趣。伏羲瞥了一眼女娲，语气有些不悦：“妹妹，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吗？就算是太叔，也不能没有我的命令就随便屠戮。”女娲低头沉思，似乎对这一切不太满意。那兄长，你的意思是，任务已经完成了吗？剩下的这些人，我们就放过？伏羲的眼神冷冷扫过剩下的众人，淡淡说道：“你刚才杀的应龙本就该杀，至于这些剩下的，算了，先不急。”此时顾雨凡在一旁观察着两人的对话，眉头微微皱起，心中暗自发问：半夏姐，那个男人是谁？伏羲大帝。石半夏压低声音回答：“他是女娲的哥哥，也是他的夫君。”我明白了。顾雨凡点了点头，感觉他和伊邪那岐差不多，夫妻档打怪。对，但是伏羲大帝好像并没有掌握心念术。石半夏补充。顾雨凡听后一愣，没有心念术，那不是个大漏洞吗？你可别小看了那位。石半夏低声提醒，他可不是那种可以轻易撼动的存在，还是不要轻举妄动。我知道。顾雨凡冷笑一声，不过机会难得，不能错过。接着他几乎毫不犹豫地走向伏羲，心跳加速，却没有表现出一丝紧张，直言道：“伏羲大帝能否借一步说话？”伏羲略带兴趣地打量着顾雨凡，微笑着回应：“你这小子不怕死吧？居然想单独跟我聊聊。”顾雨凡一脸无辜：“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喜欢和强者交谈，没事也学学新花样，打打交道。”伏羲听了似乎不太在意，便朝女娲示意了一下：“妹妹，等我片刻。”无妨。女娲点了点头，带着几分冷漠和厌倦，拿出一条五色丝巾遮住了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两人就这么远远走开了，步伐轻盈且漫不经心。有话快说。伏羲停下脚步，转头看着顾雨凡：“你们刚才杀错人了。”顾雨凡语气坚定地说道：“应龙不是坏人。”伏羲一愣，随即轻笑：“啊，那真是抱歉了。”他似乎对道歉这件事相当熟练。“对不起。”顾雨凡眼皮一跳，实在是忍不住嘲笑了起来：“你们就这么随便道个歉？”伏羲并不在意，耸了耸肩：“要不你要什么补偿？要不就是应龙有什么未了心愿，我们给他个遗愿清单。”顾雨凡顿时有些无语：“你们来这里到底是干什么的？”“当然是为了完成某人的临终遗愿，顺便收拾一下这里的祸乱。”伏羲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不关你的事吧？”顾雨凡突然有些抓狂：“可是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祸乱吗？”伏羲的目光在顾雨凡身上停留片刻，淡然回应：“这重要吗？大家都知道我和女娲答应了某人的心愿，我们来这里杀杀妖兽，收集点功德，至于剩下的，交给世人自己编。”顾雨凡大眼瞪小眼：“你们既然是来大开杀戒的，也不能这么说。”伏羲摸了摸头：“妹妹她就是讨厌太叔，结果留下了这些太叔的性命，不能算是乱杀吧？”顾雨凡陷入沉默，这剧情怎么看都像是某种误打误撞的误会。既然如此，咱们别再继续这个话题了。顾雨凡转移话题：“你们的补天做得怎么样了？已经7天了吧？难道没有进展？”伏羲被问得一愣，笑着反问：“补天？我们为啥要补天？”“什么？”顾雨凡差点没从嘴里喷出水来。“你们在这里忙活了7天，连天上的裂缝都不管。”伏羲大笑：“你以为我们是天上的修补工？我这几天就是带着女娲游山玩水，偶尔顺便杀杀挡路的妖兽。大家都说我们救了世界，你觉得我们还要去补天？”顾雨凡彻底懵了：“你们都不关心苍生百姓吗？”伏羲笑得更欢：“兄弟，若你有一个法力通天又如此听话的妹妹，你也可以成为大神。”这下顾雨凡彻底明白了，原来问题根本不是女娲的问题，而是伏羲的问题。顾雨凡知道，天道应当是公平的，修炼心念术的人应该都是纯洁无瑕的内心，脑袋瓜里若有一点不纯的心思，这招技术大概也施展不出来，否则这个世界早就成了某个邪神的后宫了。他原本以为伏羲是个可以好好沟通的人，想着若能直接跟他摊开说，自己和伙伴们就能爽快抽身，顺便带个便宜的回程票回去。但是现在看来，伏羲根本就不是用逻辑能搞定的那种存在，这人简直是个思想活字典，满篇都写着不可理喻。半夏姐，现在的伏羲在哪儿？顾雨凡急忙问道，心里预感到这局有点怪。现在的石半夏一脸疑惑地摇了摇头。伏羲大帝早在很久以前就寿终正寝了。寿终正寝，顾雨凡简直想笑，脸上的复杂表情都快组成一张包子脸了。和我想的一样，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仙，自然不可能有比肩西王母和后土的寿命。好吧，现在顾雨凡完全理解了，这伏羲肯定不打算带着女娲去补天了，自己的能力有限，要如何才能干预？顾雨凡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女娲，看到她那个1米8的身躯静静地站在那里，眼睛耳朵被遮住，一动不动的，简直是个乖宝宝。半夏姐，让钱三一慢慢接近我，准备紧急召回。顾雨凡迅速安排。哎，
石半夏有点迷茫，召回谁？我们这些已经在眼前了呀，召回所有人。顾羽凡语气冷静，但内心却在想着如何扭转这一场局面。石半夏皱眉，可是传说怎么办？现在撤退是不是太早了？半夏姐，别再犹豫了。顾羽凡的语气坚决。进入这些传说本来就是一场赌局，现在我决定压一把，这次必须全力出击。你要做什么？石半夏有些心急，待会听我一声令下，所有人一起绞杀伏羲大帝，直接给他个寿终正寝的名分。顾羽凡眼神一冷，彻底放开了。石半夏听后一愣，心里打鼓不已，表面却不敢拖延，开始执行。半夏姐，我最后问你一次，历史上伏羲应该死在这里吗？石半夏表情凝重，语气沉稳，他确实应该死在历史中。既然如此，顾羽凡目光如刀，盯着伏羲，一切都明了。伏羲看着他，嘴角勾起一抹疑惑的笑。兄台，你不是有事要问我吗？怎么，现在能问完了？顾羽凡犹豫了一下，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继续拖延。伏羲大帝，你不是说过自己杀了不少仙兽吗？能不能跟我聊聊都杀了谁？给我长长见识。哈哈，你对这个感兴趣？伏羲挑了挑眉，微笑着说道：“你不用绕圈子，若是想要仙兽内丹，直接跟我做个交易便是。”哎呀呀，不愧是伏羲大帝，连我这点小心思都被你看穿了。顾羽凡连忙尴尬地笑了笑，心里却在思考如何调整下一步的计划。伏羲兴致勃勃地开始列举他和女娲7天来斩杀的仙兽。顾羽凡听得火冒三丈，气得险些控制不住。那些妖兽大多数都是《山海经》里的神兽瑞兽，现在因为伏羲的贪婪，恐怕一辈子都要消失在世间。石半夏也讲了，屏幕上显示着顾羽凡和钱三一逐渐包围了伏羲。好吧，本族想着有一天可以夺舍汝之身躯，再次翱翔于世。应龙深吸了一口气，满是无奈地伸出了自己的龙爪，那庞大的爪子在空气中划过一道弯曲的轨迹，接着龙血滴落在顾羽凡的手掌上，龙爪接触到顾羽凡的手指时，顿时传来一阵刺痛的感觉，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其中涌动。哎呦，大龙，你这么害怕干嘛？我们就这点小事，难道你也得怕个300-500年？顾羽凡无奈地翻了个白眼，一边从怀里掏出八方鬼录丢给应龙。应龙愣了一下，瞪大了眼睛：你这么信得过我？信你个鬼啊！顾羽凡一脸嫌弃：我才不信你这只老龙能安分守己，给你机会，别把我当傻子。应龙咽了口唾沫，低头一看手中的八方鬼录，猛地一拍脑袋：哎呀妈呀，我怎么忘了？早知道就不来这种见龙小故事了。但也没办法，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退路，只好伸出龙爪，划破指尖，狠狠地在书上刻下了一道龙印。好了，龙印已经盖了。应龙一脸无奈：你说的没错，死就死吧。没错，活着就是你的最大幸运。顾羽凡也不再废话，眼神一亮，几乎立刻开始感应那道龙魂的入侵。转眼，整个过程快速完成。顾羽凡的眼中闪过一阵金光。女娲冷冷地看了一眼两人间的变化，轻声问道：兄长，刚才那是怎么回事？伏羲眉头轻挑，像是察觉到什么。像是骊山老母的手法。女娲不再看顾羽凡，虽然伏羲没有心念术，但作为天生仙体，他能随时发力，也能给他们来个突然的反击。能否成功击杀伏羲，还得看天时地利人和。这时，众多黑色僧人感受到顾羽凡和钱三一的异动，纷纷警觉地朝伏羲的方向靠近。糟了！石半夏紧张地看着屏幕，顾羽凡，他们好像察觉到我们的计划了，怎么办？顾羽凡眼神一冷，毫不犹豫地回答。实话实说，石半夏一愣，真要这么做？是的，告诉他们，我要杀伏羲，而伏羲死了对他们也有好处。若他们愿意帮忙，就一起动手；若不愿意，马上留人。石半夏心里满是疑问，但也只能按着顾羽凡的指令行事。立即向领头的和尚传音，正在悄然前进的僧人们突然停下脚步。领头和尚回头看了一眼，神情一挥，所有僧人都停下了。听完石半夏的消息，和尚一愣，杀伏羲。和尚心里琢磨了半天，眼中闪过一丝异色。顾羽凡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敢当着女娲的面杀死伏羲。不过再想想，眼下要脱身，只能对这两个大神动手。女娲是不能碰的，唯一的突破口就是伏羲了。领头和尚略微思索后，低声命令道：撤退！僧人们愣了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完全摸不清楚这撤退的背后动机。然而领头和尚明白，这场任务已经不再是杀顾羽凡，而是让女娲亲自杀掉顾羽凡。伏羲一旦死了，女娲也没了主心骨，那局面就好处理了。和尚轻轻释放一道黑光，片刻之间，黑光落入僧人之间，几乎是瞬间，所有僧人消失不见。顾羽凡余光扫过，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冷笑，看来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啊！石半夏瞬间反应过来，顾羽凡，你这是在假装要动手，把僧人们给吓跑，是吧？顾羽凡嘴角一动，低声道：恰好相反。顾羽凡猛地抬起头，看着伏羲，随即露出了一丝让人背脊发凉的笑容。伏羲，今天你死定了！顾羽凡冷声道，随即身上爆发出惊天的气势，
双眼如电，口中喷出一股炽热的龙息。还不等伏羲反应过来，顾羽凡已经施展出鬼魅般的身法，瞬间闪到伏羲背后，用力一臂紧紧勒住他的脖子。伏羲心中一惊，但他可不是易于对付的角色，右手猛然一挥，阴气凝成一团，猛地抓向顾羽凡的手臂。此时小暖脚下一蹬，飞身扑向伏羲的右手，紧紧抱住了他的手臂。伏羲身形高大，3丈有余，仅这一只手臂就堪比一位成年人。小安也从另一侧紧紧抓住伏羲的左手，伏羲的面色瞬间变得通红。他从未想过这群人竟然敢如此对待他。你们敢？伏羲艰难地开口道，声音中满是震惊和愤怒。顾羽凡察觉到伏羲还能开口说话，立刻加大了力度，瞬间将伏羲的脖子勒得发出一声闷哼。但他一回头，却看到柳青欢、彼岸花叶神月和彼岸花百里风等人依旧愣在原地，纹丝不动。你们就这样看着？顾羽凡低声怒喝，赶紧帮忙！柳青欢和百里风终于反应过来，立刻冲上前。柳青欢手疾眼快，迅速插下几个阵旗，将伏羲的蛇尾牢牢禁锢住，无法动弹。百里风也毫不犹豫，拿出金蛟剪，狠狠刺向伏羲的腹部。可伏羲根本无法闪避，金蛟剪瞬间穿透了他的身体。看准了，阿月哥要攻击要害！顾羽凡低声提醒。百里风正打算抽回金蛟剪，却被一只纤细的手拦住了。他回头一看，正是阿月。此时的阿月眼中泪光闪烁，表情复杂，颤声问道：“大家，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你问我做什么？”顾羽凡急切地说：“不杀伏羲，咱们自己都得死。但是这样不对啊！”阿月失声道：“我们就这样肆无忌惮地杀人吗？”顾羽凡咬牙切齿，看向阿月：“阿月，你还不明白吗？女娲仅仅因为我们是太叔，就要杀死我们。往好听了说，咱们自称为操作员，可以改变传说的走向；可往坏了说，我们的出现本来就是祸乱。可是……”阿月语气复杂：“我们真的不能这样做，我们不应该杀伏羲。”顾羽凡深深叹了口气：“阿月，这一切都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我们能活到现在，已经是运气好到爆表。再不采取行动，早晚都得死在这些仙人手里。你看他们的力量、寿命，简直是天差地别。我们现在想改变局势，却只能靠这种手段。”听了这番话，所有人都沉默。阿月，我不勉强你。顾羽凡终于开口：“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做这些事，我不会勉强你，你可以离开。”百里风听后，默默地拉开了阿月的手，说道：“小月，顾羽凡说的对，现在不杀伏羲，咱们都会死。”阿月满眼疑惑地看向哥哥：“哥哥，你也同意？”正说着，天空中忽然亮起了一束异样的光芒。顾羽凡抬头一看，低声道：“阿月哥，快动手，时机到了。”百里风反应极快，将伏羲身上的金蛟剪猛地抽出，再次狠狠刺向他的胸膛。伏羲虽然修为强大，身上有强大的神力护体，但金蛟剪却不是普通的武器，轻松突破了他的防御。阿月目睹这一幕，脸上充满了恐惧和失落。除了他和小年，剩下的人几乎已经将眼前的男人杀得体无完肤。这个曾经威震一方的大神，现在眼中只有不甘、愤怒、回恼，但更多的是深深的恐惧。他害怕死亡，害怕自己的陨落。这样就能改变传说了吗？阿月看着顾羽凡，眼神中再也没有往日的崇敬，反而带着一丝深深的失望。杀了伏羲，真的能帮助补天吗？阿月，这是一个赌局。顾羽凡神情冷峻：“我不敢保证一切都能如我所愿，但杀了伏羲，女娲会以为我们的存在就是天上的裂痕，而伏羲的死证明了太叔的祸乱，所以他会认为补天就是解决太叔，一切都能回归正轨。这太荒谬了！”阿月愤怒地咬紧牙关。我记得以前的顾羽凡总是能想出无数奇迹来应对危机，但从未依靠杀戮来解决问题。现在你让我们赌命，就为了一个可能永远不会生效的计划。顾羽凡冷冷地看了一眼阿月，叹了口气：“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阿月。顾羽凡语气稍缓：“从今日起，你可以脱离传说管理局，天高海阔任你去。如果你想回扶桑，我会亲自安排人送你。”“你……”阿月愣住，眼中充满了不可置信。“回去吧。”顾羽凡淡然说道，“5天后就是大战，你留下来只会累赘，道不同不相为谋，早点分开对大家都好，无人施救。”阿月从未想到顾羽凡竟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心中激起了无尽的焦虑和不解，眼泪几乎要忍不住流下来。但此刻他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周围的每一个人似乎都站在了顾羽凡的一边。他知道顾羽凡的做法从某些角度来说并无错，但他始终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对，根本无法心安理得。天上那道诡异的华光瞬间降下，正好击中了伏羲。召回的光芒对于操作员体质的人没有任何副作用，但对拥有3魂7魄的存在来说，却是一种灵魂级的打击，像是直接撕裂了精神和身体。当顾羽凡等人消失的瞬间，伏羲的身躯再次遭遇重创，狠狠地摔倒在地，气息微弱，几乎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然而伏羲的意志却顽强无比，他强行恢复了一丝清醒，勉强爬向了女娲。虽然此刻他心中愤怒异常，但他依然相信，只要女娲一句话，他就能复活。只要女娲开口说：“哥哥，你不会有事的，一切都能解决。”伏羲喃喃道。1步2步，他艰难地迈出了每一小步，向女娲靠近。
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不清楚是死亡先来，还是女娲的救助先到。妹妹，伏羲用尽力气轻声呼唤，却发现女娲依旧毫无反应。他想起当年自己用五彩云为女娲打造的丝绸，那时是为了切断她的视觉和听觉，防止她惹祸，但如今这却成了要害自己性命的累赘。妹妹，快醒来！伏羲再次叫道，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天杀的东西，到底是谁用的法宝？伏羲一边咒骂，一边艰难地继续爬行，每一步都显得格外沉重。正当此时，天上传来一道黑色的帷幕，直接将伏羲围困其中。在这道黑幕之中，伏羲感觉到伤口的痛楚似乎有所减轻，但他依然无法站立。而不远处，女娲依然如同被定住了一般，一动不动。四周的空气似乎也被冻结，连风都变得寂静无声。伏羲迷茫地环视四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时，天际降下一个漆黑的人影，缓缓降落在伏羲和女娲之间。那人影开口道：“伏羲，你快死了。”伏羲抬头一看，面前赫然站着一个冷艳的女人。“你是谁？”伏羲眼中闪过一丝疑惑。那女人冷冷一笑，说道：“本座乃忧寺，感应到有传说级别的人物将要陨落，因此特来给你一个机会。”机会？伏羲有些愣住了。我不需要你的机会，你若不挡路，已是帮了我大忙，是吗？忧寺冷冷一笑，你的意思是女娲能救你，而我却不能？你在说什么傻话？女娲有心念术，她能让我复活，你能做什么？伏羲不屑地反驳：“笑话。”忧寺看着伏羲，嘴角露出一丝瘆人的笑容。心念术的使用者可以操控一切，唯独不能控制时间，而我恰恰能。时间？伏羲愣住了。你是说你能控制时间？没错，伏羲，加入我吧。忧寺伸出一只手，语气淡然。加入我，你将得到无上法力、无上造化、无上寿元，甚至不死不灭。忧寺虽然语气平静，但他的眼中已露出一丝鄙夷。他曾在多个时代寻找传说中的强者，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他的提议。而此刻伏羲的心动反应，却让他有些不屑。真的？伏羲心动了。忧寺所说的条件深深打动了他：无上法力、无上造化、无上寿元。这么一来，他就可以独立于女娲之外，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岂不美哉？本座不会骗你。忧寺轻轻点头，眼中流露出一丝不耐。我答应。伏羲激动地伸出手，紧紧抓住忧寺的手掌。忧寺的脸色微变，看着伏羲手中的触感，突然间有了些许失望。他微微停顿，眼神复杂。姐妹，怎么了？紧接着，另一个忧寺从天而降，落在他旁边。两位忧寺对视一眼，眼中有着相似的神色。沉默片刻后，他们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什么都没有说。他已经答应了。先前的忧寺冷静地说道。没错，我答应了。伏羲急迫的回应，目光紧紧锁定那只伸出的手。然而就在这时，先前的忧寺却低声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绝望的神色。伏羲，我真是看错了你。忧寺轻轻摇头，你根本不符合时间的标准。伏羲愣住了，什么？我怎么不符合？我有女娲的力量，我怎会不行？忧寺冷冷的摇头，你不是太叔之体，没有刻苦修炼，修为如此浅薄，心境更是无法达到时间的要求。你连最基本的修为都没有，怎么可能拥有操控时间的资格？忧寺非常不理解，世人都在传言的伏羲大帝，怎么会是个外强中干的空壳子呢？修为低怎么了？伏羲不解地说道：“我有女娲呀，女娲这么厉害，我自己还修炼什么？”忧寺冷冷地甩开伏羲的手，可惜了，本以为你会是一个好人选，如今看来你的心境根本成为不了时间。伏羲的眼神变得阴沉，他咬牙切齿地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别再挡我的路，我不指望你们了，至少我妹妹会救我，给我滚开！”两个忧寺没有再说话，只是互相对视了一眼，随后默契地一起飞升，撤去了那道黑色帷幕。走吧，姐妹。他们的声音低沉，带着某种不易察觉的默契。一位忧寺微微转头问道：“你觉得他能活下来吗？”“绝无可能。”另一位忧寺的回答毫不犹豫。“为何？”第一位忧寺疑惑地问。“因为本座看了一眼女娲，她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聪明。”第二位忧寺的语气带着一丝戏谑。听完这句话，两个忧寺本打算各自离开，但其中一位忽然停住了脚步，转向另一个忧寺，眼中闪过一抹警觉。“等等，我忽然想起来，这个时空应该只有一个我才对。你是谁？”第二位忧寺看着他冷冷一笑，说道：“我叫谢玉娇，不是这个时空的人。”谢玉娇？忧寺一愣，你这个名字我可从未听说过。谢玉娇点点头，面容平静：“是的，我也是第一次和你见面。”忧寺愣住了，心中涌起一丝奇异的感觉。第一次和我见面，莫非你是？没错，我是你放弃记忆的姐妹。谢玉娇笑了笑，眼中带着一丝深邃。现在我回来了。二人低下头，开始低声商讨着什么，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他们的存在所牵动。与此同时，石板下猛地拍了拍屏幕，原本停滞不前的画面终于有了变化。伏羲终于开始了下一步行动。妹妹，伏羲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爬到了女娲的脚下，却仍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抬起头看向女娲的面庞，
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原本用七彩丝绸封住自己耳朵和眼睛的女娲，现在只遮住了眼睛，露出了一只耳朵。伏羲的眼珠几乎要瞪出来了。女娲的耳朵从什么时候开始露出来的？从一开始还是刚刚？更重要的是，女娲明明应该能听到他的呼唤，为什么没有反应？他不敢相信，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疑惑。那个一直对他百依百顺的妹妹，怎么会突然变得这样陌生？他不敢相信自己一定是看错了。他坚信女娲会听到他的求救。妹妹，伏羲咳着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拉住了女娲的裙摆。快救我！快说你没事！女娲慢慢蹲下来，低头看着他，眼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漠。哦，兄长，怎么了？他语气轻柔，却带着一丝陌生。妹妹，别问了，快救我！快说你没事！伏羲一边咳着血，一边几乎是拼命地喊道：“我快不行了，太叔要害死我了！”他已经几乎失去了所有力气，胸膛被金胶剪刺穿，内脏也被毁坏，痛苦无比。女娲慢慢蹲下，淡淡地问道：“兄长，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会没事呢？”伏羲震惊地瞪大了眼睛：“妹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女娲冷冷地看着他，眼神中不再有昔日的温柔。“兄长，你曾告诉我，世上只有太叔能把我们分开，所以你要杀尽所有的太叔，但我听从了你，始终在防范所有太叔。”伏羲的心脏猛然一沉，嘴巴干涩：“你说什么？”女娲面带微笑，似乎并不急于解释：“现在，你终于要离开我了吧？”伏羲愣住了，看着他，似乎不明白他话中的含义。“我现在竟然一点都不觉得悲伤，也不觉得难过。”女娲露出一丝冷笑：“兄长，你不是让我感到难过吗？不让我失去你吗？可现在我发现你要走了，我竟然完全没有任何不舍。”伏羲瞬间明白，仿佛心脏被狠狠刺了一刀。他死死抓住女娲的裙摆，气急败坏地喊道：“妹妹，别这样，你要冷静。我错了，我什么都答应你，只要你救我。别傻了，兄长。”女娲站起身，冷冷地退后一步：“先前你总说，若我不怎样，便会失去你。可现在我发现了，就算失去你，我也不会有任何惋惜。我惋惜的是那些葬送在我手中的性命。”女娲缓缓地说道：“他们本都不用死，却因为你的一句话而丧命，我受够了。”伏羲心中一片死寂，彻底崩溃。如果我死了，你会孤独一辈子。他最后挣扎着说：“那又怎样？”女娲淡然一笑，目光投向远方的天际：“如果有一天我真会后悔，就再把你变回来吧。但至少现在我不会救你。”伏羲无法再忍受，喷出一口血，身体顿时瘫倒在地，彻底死去。女娲站在原地，看着远方的天空，眼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惆怅。刚才那个年轻人曾问伏羲：“你们从未想过补天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能补得上这个天吗？这天下所有人都在受苦，恐怕只有我能做到。女娲低声自语：“但我该用什么来补天呢？”是五彩石。一个声音突然在他耳边响起。女娲猛地四下张望，却看不见任何人。“你是谁？”她心中问道。“请相信我，我是来帮你的。”声音再次传来，这正是石半夏的声音。他的心中早已料到顾羽凡这次又赌赢了。“顾羽凡，你快来看，传说似乎在顺利进行。”石半夏欣喜地转身对众人喊道，却发现大家都已醒来，唯独顾羽凡依旧没有反应。他一睁眼，耳边便充斥着四周的喧嚣声。此时顾羽凡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人为什么总是这么多烦恼呢？石半夏走到顾羽凡身旁，小心翼翼地扶起他：“顾羽凡，从我认识你开始，你就一直在降临，越来越累了吧？”石半夏自然不知顾羽凡经历了什么，只知道他看起来十分疲惫。“半夏姐，夜神月呢？”顾羽凡环顾四周，并未见到彼岸花夜神月的身影，心里不由得一紧。“顾羽凡，你昏迷了一整天。”石半夏面露为难，缓缓说道：“夜神月走了。”“走了？”顾羽凡挑了挑眉：“他自己走的吗？”“是的，百里峰送他回去了。”“好，太好了。”顾羽凡苦笑了一下，这两人不该死在这里。石半夏无奈地叹了口气：“你这么做又何苦呢？各位，如果没什么问题，大家准备转移吧。”顾羽凡再次望向应龙：“应龙，还得麻烦你帮我最后一个忙。”应龙的眼皮微微跳动，朝顾羽凡看去：“什么忙？”“我有2个兄弟，他们曾替我出生入死，但如今忘记了自己的身世。听你儿子霸下说，他们身上有龙的气息，你是否有所印象？”应龙听后，眼睛微微睁大，似乎在思考什么。片刻后，他张开大口，缓缓问道：“2个带有龙息的人形少年？”“没错。”顾羽凡点点头。“你知道他们是谁吗？”应龙的眼珠转了转，嘴角露出一抹若有所思的笑：“本祖不知。”顾羽凡微微走近：“应龙，你知道的。你眼神里的犹豫出卖了你。如今我们共用一个身体，四周也是我的朋友，难道你不想在这里过得更舒服一点吗？”应龙感到顾羽凡的话似乎有理，但毕竟做了亏心事，怎能轻易吐露真相？“应龙，看来你还是不信任我。”顾羽凡默默摇头：“也对，我们才刚认识，直接让你说出这种秘密，确实为难你了。”说完，顾羽凡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会和后土娘娘说，在我将8方鬼路还给她时，顺便也将你魂飞魄散。毕竟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如果我们彼此不信任，恐怕没有合作的机会。
什么？应龙猛地抬头，你要把本祖魂飞魄散？是的，咱们就算意见不合吧，我还你自由，你很快就可以投胎，成为一介凡人了。凡人二字深深刺痛了应龙，原本他是凡人如蝼蚁，如今一想到自己变成凡人，每日为衣食奔波，受七情六欲所困，最后孤独死于床榻，他的龙鳞顿时倒竖，心生恐惧。别，本祖告诉你。应龙咬牙道，只要你不让我去投胎，本祖会告诉你一切。好，你说，我听着。应龙看了看顾羽凡，脸上闪过一丝后怕。能不能让我先见见那2个孩子？你是想说孽种吧？顾羽凡皱眉，我现在就在他们门前，你可以跟我进去，但我劝你注意点言辞，否则我就把你的名字从八方鬼路抹去。应龙无奈点头，好，好。顾羽凡走出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睁开眼看向面前的房门，他轻轻敲了敲，小暖开门。凡哥，小暖，你和小安在一起吗？有事跟你们说。小安也探出头，两人疑惑地看着顾羽凡。面对小安和小暖，顾羽凡从未把自己当外人，径直走进屋子，开口道，之前答应过你们要搞清楚你们的身世，今天来履行诺言。二人对视，隐约有些预感，毕竟应龙在顾羽凡体内，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顾羽凡拍了拍自己的胸膛，大龙。说完，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整个人的气势仿佛骤然变化。他缓缓开口，声音苍老，让我好好看看尔等为何还存在。眼前的顾羽凡已不再是他原本的模样，竟成了应龙。若不是此刻他穿着顾羽凡的身体，小暖和小安恐怕早就转身离开。应龙仔细端详二人的面庞，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你们二人为何能存活至今？顾羽凡静静听着，默默点头。应龙的疑问并非无理，成为操作员的前提是枉死的太叔。小暖和小安应该早就魂飞魄散，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得以成为太叔。虽然我们不清楚原因，但应该是托你的福。小暖冷冷说道。看样子你什么都知道。应龙叹了口气，没错，本祖知道一切，但我认为你们早该死了。在应龙的叙述中，一个简单而又悲惨的故事逐渐浮现。原来应龙早在很久之前便产生了灵智，妖兽有灵智之后会发生2大显著变化，一是能够像人类一样运转周天，理解经脉，快速修炼；二是产生对死亡的恐惧。应龙也不例外，随着他变得越来越强大，对死亡的恐惧也愈发强烈。对于大多数妖兽来说，最佳的选择是加速突破境界，早日引发化形天劫，成为人类，而这样便能修成大道，享受长生，最终成神，受万人膜拜。然而应龙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选择了尽早繁衍后代，而非追求成仙化神。作为龙族，应龙自然无法找到一条龙与自己交配，于是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其他猛兽来繁衍后代。应龙首选了和龙最为相似的蟒蛇，便诞生了名为囚牛的龙首蛇神。然而蛇毕竟是蛇，浑身竟然没有龙爪，这让应龙极为恼火。没有利爪怎么杀敌呢？应龙本以为可以忍耐，等待囚牛长大，传授其他神通，谁知囚牛只好音律，对修行之事毫无兴趣。一气之下，应龙将囚牛惩罚为永远站在琴头上，只能聆听，却永远不能弹奏。如今许多琴头上都有囚牛的雕像，那是应龙为其定下的永世惩罚。于是应龙快速抛弃了蛇母，重新踏上了寻找伴侣的旅程。这一次他的要求不高，只希望对方能有一双杀敌的利爪。不久后，应龙发现狼的利爪十分锋利，常以利爪和尖牙攻击敌人。他找到狼母，与其生下了2子牙子。可惜这个牙子嗜血成性，整日沉迷杀戮。应龙知道这孩子难以诞生灵智，难以成才，于是他一怒之下惩罚牙子的身影永远雕刻在刀剑之上。既然喜欢杀戮，就让他永生随刀而舞。如今刀剑上的凶兽头颅正是牙子的模样。应龙又抛弃了狼母，心中越发焦虑。这个世界上究竟有没有既有利爪又性格温顺的动物呢？接着应龙锁定了雀母，雀类的利爪堪比苍鹰，且性格温和，很少主动攻击。于是应龙通过卑鄙手段得到了雀母，并且生下了3子朝风。然而朝风比雀母还要温良，整日站在屋檐上远望。他告诉应龙，等长大了就像雀母一样飞遍九州，欣赏美景。应龙火冒三丈，便罚朝风永世立于屋檐之上，让他只能眺望，再不能远行。直到今天，朝风依然在那里，仿佛永远也不会离开。应龙渐渐明白了，这些生物各有各的缺点，若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伴侣，生下的孩子无论如何也无法继承自己的衣钵。于是他又踏上了漫长的寻妻之路。虽然整整几10年过去，他依然一无所获。终于一天，应龙走进池塘，突然听到了一阵震耳欲聋的吼叫。应龙飞身降落，发现是一只巨大的金蝉。金蝉，你是在挑衅我吗？应龙冷冷问道。然而金蝉根本不理应龙，
依旧自顾自的吼叫。应龙听得心烦意乱，突然一时冲动，强行在金蝉体内播下了龙种。不久之后，应龙的第4个孩子蒲牢出生。蒲牢的吼声比金蝉母还要响亮，吓得差点摔了个跟头。应龙大怒，竟敢惊吓本祖，让你也尝尝被吓的滋味。于是蒲牢被惩罚，永远立在剧中之上。每次有人撞钟，顶上的蒲牢便会浑身颤抖，像是被吓了一跳。应龙继续寻找合适的伴侣，既然狼过于嗜血，却过于善良，那有没有什么既能杀敌又性格温顺的动物呢？应龙发现了狮母。狮子既有王者之风，又不像狼一样嗜血，也不像雀一样过于善良，似乎是理想的选择。于是应龙与狮母生下了5子酸泥。酸泥诞生时，霞光一条，宛如瑞兽降世。由于极度浓厚的火属性灵气，酸泥极其喜欢喷烟，每次开口便会喷出浓烟，这让应龙烦得不行。直到有一次，酸泥的烟雾呛得愤怒至极，应龙决定将酸泥永远立在香炉上，吸纳世间万家烟火。之后，应龙找到了陪伴自己最久的伴侣龟母，并迅速与他生下了霸下。霸下虽然是龟形，但有龙首，其力大无穷，深得应龙喜爱。应龙思索片刻，决定让霸下活下来，因为毕竟已经多年未有后代，若他能活下去，便不至于后继无人。然而霸下的生活并不轻松，应龙囚禁了霸下的母亲龟母，并威胁霸下，如果每10年不能带来10万金币，便让龟母死无葬身之地。霸下为了保护母亲，只能漂泊于海上，为人掇客，赚取微薄的钱财。而应龙很快忘记了这一切，再次开始了寻找新伴侣的旅程。接着，应龙将目光投向了胡母，他与胡母生下了第7子毕岸。这同样是一只瑞兽，刚正不阿，急公好义。不过毕岸不屑与应龙为伍，认为应龙过于自私，便下凡去守护百姓，惩罚罪犯。他从不称自己为龙子，只称自己为虎子。这种态度很快就激怒了应龙，于是应龙罚他永远雕刻在牢门之上，并让后人戏谑地称此地为虎头牢。既然不想做龙，便永世为虎。渐渐的，应龙有些迷茫了，不知道还能与谁繁衍后代。然而他却惊讶地发现，20年过去了，霸下按约定每10年给应龙送来一次钱财，现在已经整整20万金币了。应龙心中暗喜，如果再与龟母生的孩子，岂不是每年都能收到20万金币？于是他回到囚禁龟母的地方，让他再次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排行第8，名为腹蟹。与霸下不同，腹蟹完全化龙，他与应龙极为相像，仅仅缺少了翅膀。应龙十分喜爱腹蟹，但腹蟹与他格格不入，喜欢阅读文化，研究古籍，完全不愿意战斗。最终应龙将腹蟹惩罚为勇士站在石碑之上，成为石碑上的雕刻。如果你经过某个地方，看到上面雕刻着一条龙，那绝对不是龙，而是应龙对腹蟹定下的永生惩罚。最后应龙试图再次与鱼母交合，生下了第9个孩子狮吻。狮吻喜欢站在门框上，为凡人喷水灭火，逐渐成为了百姓的守护神。这让应龙感到十分愤怒，最终将狮吻永远钉在了门框上，永不离开。至此，应龙彻底灰心丧气。这个世界上能找到一个既有灵智，又能听话，又能杀敌，有野心的伴侣，恐怕只剩下人类了。在遇到那对姐妹之前，应龙从未意识到人与兽的差距竟能如此巨大。那一天，一对年轻的姐妹正在山中采药，正巧经过应龙的栖息地。看着她们白皙的面容和柔弱的身姿，应龙心头顿时涌起了不良的念头。他心想，人类果然是个不错的选择，只要能交合，必定能生出最具潜力的后代。然而事情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与野兽不同，看到应龙的那一刻，这对姐妹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她们一见到这条庞大的龙，立刻拉着我，自己明明是来赐予他们隆重的，为何他们要逃呢？不过既然他们不愿配合，应龙也不打算轻易放弃。他决定展示一下雄性的力量，顺便也能让他们认识到他龙族的威严。于是将这对姐妹困住，带到了附近的一座村庄。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壮大形象计划。首先他施展瞬间消灭了村庄中的所有人，接着吐出一滩炽热的龙息，将整个村子夷为平地。应龙认为这样一番表现应该足以让这对姐妹心服口服。然而令他失望的是，姐妹俩的眼中依旧只有恐惧，甚至比之前还要害怕。她们不但没有开始投怀送抱，反而开始了下地刨地的动作。这是什么操作？难道我还得再显示点更大的威力？应龙有些摸不着头脑，但他并不气馁。世人都说世间唯有情自难解，他决定采取更温和的方法，于是将2人带回了洞府，开始像待客一样招待他们。他们肯定会被我的魅力征服，最终自愿为我生下龙子。
应龙心里默念。于是应龙开始为他们猎杀各种珍稀异兽，满桌丰盛的美食摆在他们面前。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对姐妹对于这些美食毫无兴趣。她们看着那些血淋淋的尸体，依旧死死地捂住嘴巴，浑身发抖，连吃一口都不敢。日复一日，她们的身形日益消瘦，但依然坚守着拒绝的立场。到了第10天，姐姐终于开口了：“大仙，你究竟想做什么？”她的声音清脆，却带着无奈和恐惧。应龙一听，心中暗喜，大仙这个称呼好像颇为有诚意。别害怕，应龙自信地说道，本祖就是想在你们体内播下龙种，等你们为我生下龙子。他对自己的雄性魅力充满了自信，谁料话一出口，姐妹俩的脸色顿时变得更加苍白。她们互相对视了一眼，仿佛已经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姐姐最终咬牙说道：“大仙，我求你把我留下，把我妹妹放走吧。我们的母亲重病在床，等着我们才要回去救命。”应龙一听，心生一计，便答应了他的请求。放心，我不会伤害你们的，给我地址，我去办。他用法力迅速飞离，但几个时辰后，带着满身血腥气味回来，满脸笑容。全村的人已经都被我杀死了，包括2人生病的母亲。如今他们可以放下一切顾虑，专心再次培育龙种了。这一刻，姐姐和妹妹的眼中充满了绝望。姐妹俩自知难逃一死，逃跑是死，反抗是死。就算答应下来怀上真龙，以凡人之躯哪能孕育妖兽，最终还是会死。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脱了。既然应龙不在乎他们的性命，那他们还能指望什么？接下来的几个月，姐妹俩的身体每况愈下，她们蓬头垢面，骨瘦如柴，面容呆滞，身上的衣服也都已经破乱不堪，唯独她们的肚子高高的鼓起，与消瘦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她们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有一天，她们异常沉默地站起了身，手里握着一根锋利的石头，目光坚定地盯着应龙。你们准备做什么？用那根石头杀了本祖吗？应龙有些疑惑地问。姐妹2人自然知道，以凡人之力手握石头屠龙，这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天方夜谭。只见他们将石头一转，纷纷对准了自己。畜生，你若想要这个孩子，那就放我们走，给我们一点食物。姐姐咬着牙开口说道。刺下去。应龙说道，汝等尽管狠狠地刺下去，本祖的寿命还很长，足够我去寻找更多的人类。本祖本来也会经常处死对我无用的后代，汝等动手反而给本祖省了力气。姐妹2人顿了很久，坚持双双掉落。听到这话，姐妹2人顿时愣住了。她们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杀了应龙，而应龙的态度更让他们绝望。畜生，若我真是仙人之体，定让你魂飞魄散！姐姐怒吼道，眼中充满了血红的仇恨。哦，仙人之体，若你真是仙人之体，本祖或许还有所忌惮，但如今的你……说到这里，应龙忽然想起了什么。仙人之体，他笑了笑，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看来女娲的天性比伊邪那岐2人要成熟，但纯净的也有些过头，纯净到根本不会熟练运用自己的能力处理眼前的事端，只是在伏羲的带领下熟练的用能力来杀人而已。顾羽凡凝视着眼前的画面，心中却是五味杂陈。虽然女娲为天下苍生所做的一切是出于大义，但看着她那冷静的面容，顾羽凡的心中却始终难以平静。他彻底打破了我心中最后一根弦。顾羽凡低声自语，眼神暗淡。此时画面中的女娲正在焦急地与霸下交谈，她用尽了所有的五彩石，但天上的裂缝仍无法完全修补。她那凝重的神情让顾羽凡心生一股复杂的情绪。半夏姐，那个大乌龟怎么来了？顾羽凡忍不住问。石半夏从旁边看了一眼，淡淡道，你说的是霸夏吧？霸夏把你们送到龙族岛后没多久就回来了，他有点担心你们的安全，毕竟龙族脾气怪异，嗜杀成性。哦，顾羽凡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大乌龟要找女娲报仇吗？说来也奇怪。石半夏摇了摇头，继续道，霸夏见到应龙死了之后，不仅没有愤怒，反而非常高兴，得知是女娲所为，他反而决定要对女娲报恩。顾羽凡撇了撇嘴，他轻笑了一声，半夏姐，你是不知道那个应龙，他简直是个畜生，没人会替他哭。是吗？石半夏一脸好奇，我还以为是霸夏的问题呢，毕竟自己的父亲被杀害了，他却毫不在意。顾羽凡没有再说话，但心里却是越来越疑惑，画面中的女娲和霸夏的互动，却让他感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奇异。女娲似乎在跟霸夏商量什么，然后做出一个令顾羽凡瞠目结舌的举动，他伸手直接贴下了霸夏的一条腿，毫不留情地将他抛向了空中。那条龟腿犹如一颗巨大的定海神针，急速地变大变长，一头踩在地上，另一头却直入云霄。转眼间，天际便传来了闷响，仿佛顶住了什么重物。顾羽凡盯着那条龟腿，心中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震撼。好家伙，霸夏原来是这么个设定。而在另一边，女娲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欣喜的神色，随即她又接连砍下了霸夏的另外3条腿，将他们依次抛向天空。这条巨大的龟腿变成了新的天柱，顶住了那几乎坍塌的天空，竟也成功地修补了大半的裂缝。然而顾羽凡这时注意到，霸夏已经没有了4条腿，身体变得空洞而无力，他呆呆地站在原地，仿佛成了一个失去灵魂的空壳子，无法动弹。画面中的女娲似乎心生不忍，低头轻声说着什么，像是在询问什么。霸夏望了望远处的海洋，似乎在思考什么，
女娲点点头，手指一挥，坝下的4条腿便发生了变化，变成了4只巨大的鱼鳍，仿佛瞬间变成了一个海龟。顾羽凡一愣，开口喃喃自语地说道：“好家伙，应龙是龙族，那这坝下就是海龟族啊！”接着画面一转，女娲似乎决定了什么，她凝神一瞬，然后化作一道可怕的财神，便化身成为一道彩虹，舍身补天了。但看着这一幕，顾羽凡心里却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女娲的决定无疑是为了苍生，可她的这一举动却彻底把顾羽凡的心给刺透了。她的选择是否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她的一心为民是否真的能承载得起这天下所有人的重担？顾羽凡的目光变得复杂，而他心中的疑问似乎远远没有得到解答。